这个手柄或许能够真正改变手柄行业。在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游戏史上最长的平台是哪一个呢？手游还是 PC、PS5、Xbox、Switch？ 如果用 PC， 你就一定绕不开 Steam。全世界70%的游戏都得通过 Steam 卖给玩家，一共350人的公司挣了12000人的索尼娱乐差不多的利润。然而，他们不仅仅想作为一家发行平台，早在10年前 ，Steam 就推出了自家的 Steam Machine 主机加上手柄，结果直接爆死啊！如今10年之后，这个组合又重新归来了，甚至名字都没有改，不叫2代，依然叫 Steam Machine 加 Steam 控制器。今天就给大家开箱一下全新的 Steam 手柄。这个手柄呢，官方售价99刀，也就是670块钱。我的这一个找了代购，卖我1900啊，代购含泪血赚1200了，属于是。哒哒哒哒，打开直接就是手柄的本体，然后这个呢是它的接收器，盖子上面是一根数据线。这个接收器同时它也是一个充电底座，把手柄这么一吸上去，它就可以充电了。而且这个接收器最多同时可以连接4个手柄，这个设计我真的非常喜欢。上手的第一感觉呢，竟然比想象中的要好一点点啊！表面这个细的磨砂工艺在光照下面还是有一定的质感的，重心呢感觉不是特别的均匀，前面这一半段是有点坠手的。按键还有十字键，你们听声音就知道了，非常的普通。扳机和尖键这也是光面大塑料，非常平庸哈，不如国产200元手柄，和 Xbox 还有 PS5 手柄是有很大差距了。但好消息是，这一次的摇杆用上了 TMR 摇杆，理论上在灵敏度、精确度上面都优于霍尔摇杆，实测确实非常精准，可以说是指哪打哪了。不过很可惜，手柄本身的回报率不高啊，有线或者是无线都只有250赫兹，达不到竞技的水平。但好消息是，因为回报率不高，手柄本身的续航非常够用，官方标称35个小时。OK， 那常规的部分可以说是这个手柄最无聊的部分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手柄最神奇的设计。你们想象一下，如果你想要在客厅里面用自己的 PC 玩游戏，你至少需要准备一套键鼠，还有一张可以把它们展开的大桌子，然后跪着用。现在 Steam 手柄能做到的，就是让你在大电视前游玩的时候只需要1个手柄。但是这一次 Steam 好像真的拿出了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手柄连上的话，它默认就是一个鼠标，右边的这个触控板还有非常细腻的震动。右扳机是鼠标左键，左扳机呢是鼠标的右键。这个看似有点迷惑啊，但实际上，假如你把这个界面当成是一个游戏的话，这个操作就非常的符合直觉了。那当你开一些需要启动器的游戏的时候 ，X 键它就可以呼出键盘，这个时候左右两边的这个触控板可以同时操作来打字输密码。我们在 Steam 设置的这里找到控制器，那这里有个显示高级设置。这里就可以查看它的布局了，每一个按键都映射了 Windows 上面的常规功能键，也就是说，等你熟练了之后，你甚至可以 Ctrl 加 Shift 切换输入法，又或者是 Alt 加 Tab 切换应用。好，停，先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你想一下，当我滑动这个触控板往上的时候，它是应该往上呢，还是该往下呢？哎，它有可能往上，也有可能往下，这是什么逻辑啊？喂！然后我研究了整整20分钟，直到我最后打开了这里，噔噔噔噔，这是什么东西啊？谁能想到这个东西是转着圈用的？理解完之后，这个还是很好操作的，顺时针就是往下，逆时针就往上。那解决的鼠标有很多重度使用鼠标的游戏就基本上都能玩了，就比如说卡牌类型游戏小丑牌。在进游戏之前，我们就可以在设置这里管理我们的手柄预设，甚至呢，我们还可以打开社区布局。你还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个预设已经被运行了23000多个小时。现在呢，我们在游戏里面直接用这个触控板就可以选牌了。现在已经凑好了同花，我们把它给出牌出去。哎，这个键怎么是弃牌啊？而且它这个触控板其实本身是按不下去的，只不过它用上了这个线性马达的震动之后，就可以完全欺骗你的手指了。那在其他的游戏里面，就比如说杀戮尖塔啊，比起纯摇杆，有了鼠标之后，你还可以直接查看游戏里面的各种信息，再或者是你可以直接用这个来下棋。再夸张一点，直接打匹配，再加上211更新的原生支持 WASD 操作，简直不要更合理啊！设置里面可以把这个触控板改成不同的数字键，这样插眼或者是用装备都完全没有问题。
那再比如说是文明这种4X 游戏，有了鼠标以后，可以说完全能操作了。而且它这个游戏官方是做了一个无敌的适配的。正常你只要接入一个普通的手柄呢，文明里面就可以用十字键来打开科技树或者是伟人界面之类的。但是现在你竟然可以在 Steam 的这个设置里面直接去更改它。你看，这里面你想要的这些操作都有，而且你们注意啊，这一个它不是游戏内更改的，而是官方直接给 Steam 做了一个游戏内的功能接口，所以说你用任何的手柄都可以在这里直接映射成游戏内的功能。而 Steam 的手柄多一个触控板，相当于是8个键，再加上背键，可以把游戏里面大部分的菜单都覆盖了。如果说前面这些你都觉得是基本操作，只解决了鼠标的部分，那就再来看一下一个最夸张的镜像菜单。我们直接来一个彻底的键鼠游戏啊，戴森球。这个游戏呢，它连手柄都不支持的。如果说我们是正常连接的话，它是根本没有反应的。现在我们就去设置里面去随便加载一个比较多人用的一个预设，进到游戏里面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真的完全可以玩。左摇杆呢映射的是 WASD， 控制人物的移动；右摇杆呢就相当于是鼠标中键按下去调整视角。但最关键的是，它现在这个左触控板变成了一个波轮，我手指放上去之后，左边这里就会出现一个这个波轮。就比如说我这个右下角这个是个科技树，松手之后它就会进到这个科技树的页面里面来的。它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你到设置里面，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左触控板的行为现在变成了一个镜像菜单。它实际上呢就是映射的不同的按键，就比如说这个背包 E 键，科技树就是 T 键，然后这里的图标还有注释都是可以自己去修改的，可以选一个自己喜欢的给标上去。而这个罗盘的功能可以是任何操作，可以是环世界里面各种建筑列表啊，也可以是我的世界里面1到8的快捷栏，可以是 CS 里面每一种单独的投掷物，也可以是全战三国里面不同的编队。这样子我们就真正的用左手代替了键盘，再加上右触控板可以代替鼠标，这就是 Steam 手柄替代键鼠的终极方案。除了替代键鼠，这一次还有一个 Steam 手柄的独特功能——电容感应。原本那些本来就能用手柄打的游戏，玩法就更多了。在 Steam Deck 刚出来的时候，我就给大家演示过电容感应。现在这个手柄也完全继承了这个功能。只有当你开镜，并且拇指在摇杆上面的时候，才会开启陀螺仪辅助瞄准。像玩 Apex 这种开镜瞄准的游戏的时候，有这一个陀螺仪辅助瞄准，真的很好控枪。而且它这个延迟体感上面真的很低，配合上高帧率，我感觉练习一下都能用这一套打上大师啊！更离谱的是，不仅摇杆有感应，这个手柄的背键这里也有感应。在手柄设置里面，这里多了一个 RG， 这一个呢就是握持感应，你可以在这个设置里面把它改成抬起触发。这样子呢，我们现在游戏里面的 X 换弹键就变成了只需要微抬手指，这样子就能换弹了。给你们看看，你看这个时候我手指只要这样抬一下，哎，它就已经换弹了。这个体验真的非常丝滑，就像全自动换弹一样。那假如说你一梭子没有打死，但是你现在又不想换弹，也是完全可以操作得出来的。也就是说，之后战地三角洲或者是任何需要开镜的 FPS 游戏都可以开启陀螺仪微调。再比如说《死亡搁浅》里面东西太重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按住左右扳机来保持平衡。所以说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我们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个指令，把它改成左手动作，然后我们再回到游戏里面，你就会发现。好好笑啊！这样子，只要你的重心偏移，你只需要握住手柄就可以了。这也太合理了吧！还有什么玩法，就得看发售之后大家有什么创意了。一家人力不足的游戏公司注定做不完所有的细节，所以可以说 V 社家的产品处处体现了他们的开源精神。Steam 创意工坊让玩家给游戏做 mod，Steam Deck 玩家可以给自己定制系统级插件，再到可以完全自定义手柄方案。V 社还把自家手柄工程数据完全公开，欢迎大家来定制配件。那大家还记得以前老版的 Steam 大屏幕模式吗？体验简直一坨。这就是当年做给 Steam Machine 的。10年前的 Steam Machine 联合10几家厂商，方案混乱，定位模糊。如今10年之后 ，Steam 重新梳理了自己的硬件架构 ，Steam OS 完整的交互逻辑，再加上 Steam Deck 留下的成功经验，你们觉得它能革命客厅游戏生态吗？